斗出鞘兮，黄沙茫茫，凌云起舞兮，碧水汤汤。葫芦泛星兮，边海失却；命臣当道兮，难见忠良。我有大刀兮，壮怀激烈；报国无门兮，双发悲凉。 伸出去，看着前面，然后翻过来，劈出去，然后再伸出去。你们都来了，早到了。是。于知县，来，请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坐。诸位以为此次比武结果如何呀？这说不好啊。伯伯，这边。谢谢。你好。大人，好，准备开始吧。是大人。恭请本次大将的评判，刘瑶。
刘师傅请。光绪21年甲午年闰9月17，此霍赵两家本系同门，奈何高下不分，决意比武，以显正宗。此次比武重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比武现在开始。好。镇北，爹，出战。是。元英，爹，你去和他切磋切磋。是爹。第一回合，赵家胜。爹，元武，爹，稳扎稳打，拿下这局。放心吧，爹。镇南，爹50招之内一定要拿下，看我的！大师兄，你是大师兄？真真亮起！什么是正宗？看，看！哼，我才是密宗正宗，谁先来？好，既然当年我们3个为了这个正宗闹得不欢而散，哼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。哼，你跟当年一样平庸，不过倒是富态了。哼，要打过之后才知道。赵院长们上！
要多少？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桓帝，该你了。大师兄，多多指教。师傅，元甲，霍师傅，元甲，你是谁？在下是霍家四子，霍元甲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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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师傅是谁？师傅是谁有什么要紧？希望前辈不要再干涉霍赵两家比武了。元甲，你没有资格跟他说话。大师兄，赵师弟，这次比武就此作罢，日后比武还有机会，如何？这次赢的算你侥幸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走。是。爹，我们走。哼。元甲，你赢了啊！你赢了，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元甲赢了，我说四弟，你可真棒，哥哥都看傻了。其实真的没什么，你可真行。四弟，你的武功绝对在我之上。哥，别再说了，真的，你那样，你呀，对，不要谦虚了，两位哥哥，真的很棒，别再说了，真行，真的。哎呀，当时你那一招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其实真的没事。爹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不是还能打吗？跟我打！
拿的是霍家刀，不是柴火。还手啊！为什么不还手啊？还手！棍起生风龙点头，劈开燃扫鬼见愁。棍随手，手随眼，眼随心，心随地。爹，不要再打了，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四弟，老爷，四弟，你没事吧？四弟，说，你的武功跟谁学的？我不能说，你说不说？反正不能说。光明正大的事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你对谁的承诺？爹，这是你教我的。君子不可以食言。好，这次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你偷学武功犯了家规，我罚你在后院跪到天亮。爹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不明白就跪到明白为止。我真的不明白。元甲，师父念你跟随多年，许你自断左臂，从此离开密宗拳师门。师父，这掌门之位我不能接受。这是师命。师父，我知道你心中的疑虑，可是你大师兄披星爆裂，身陷心债跟前，这密宗拳的拳谱断不可传给他们。你为人忠正，出身内敛，密宗拳到了你的手里，定能发扬光大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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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想不到我才离开数日，你就篡夺了掌门之位。师弟，你误会了，是师父临终之前交代的，我没有亲耳听到。说不定你假传圣旨，不把他交还给我，我绝不罢休。不要再打了！你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
没有用你爹爹啊！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要是输了，可别不认账。哼，我死了，不认也认了。大师伯，承让。 冤家，没事吧？冤家，没事。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小心一点。哼，原来你就会那么几招，早知如此，我那天就不该放过你。 腿伤肯定没好，可是平地相斗，这破绽就露不出来。如果他的伤没好，你就必须死缠烂打，好过100-200招之后，他的伤就会复发了。你还要去哪里打？我跟你去。看来袁家是撑不住了。他断的是左臂。 出腿的时候比出左腿，以右腿和右手保持平衡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。就在这里。哼，我看你怎么打赢我！冤家，师傅。 师傅，走开！我和他还没打完，还没有打完。你和我儿子已经2败俱伤，打成了平手。我向来比武，从无平手，除非对手求饶，否则一定有输赢。可惜的是，我从来没输过，不然你们也早见不到我了。你想怎样才算是分出输赢？ 对一个武者而言，输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死。那认输呢？认输只是一时一地，所以我才会来。只要是比武，总会有输赢，生或死。好，今天这一战，我替袁家认输了。 我要听他说，你认输吗？冤家，冤家，来，走，快去拿金疮药！哎，快点！你儿子的武功，确实不是你教的。 不过他倒是很适合做我的徒弟，可惜呀，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。你和袁家的比武到此为止，下一战我同你打。跟你打没意思，我喜欢跟你儿子打。他今天没输，我们没有打完。你这次下山，不就是为了打败我和赵师弟，
好夺回掌门之位吗？你是前辈呀，纠缠一个孩子做什么？我本来也这么想，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儿子都想到了用木桩来加重我的伤势，换做你们两个老东西，绝对想不到。我打完了他，自然会找你们。3日之什么？3日？袁家现在还昏迷不醒？3日？你放心，从他最后那招来看，他没什么大碍。反正3日之后，再镇败竹林，等到他来为止。哼，师兄，你非要打死我儿子不可吗？码头上每天都有去外地的船，我没有逼迫谁。大师傅，袁家，不要，袁家，不要，大师傅，大师傅。爹，爹，大师伯呢？走了。我昏迷了多久？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怎么好像昏？爹，霍师傅。袁家，到我房间来。伤势怎么样？
不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哦，现在还有2天，你作何打算？其实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是想能多一点时间陪我娘还有云姐，看看书、下棋，听天由命，没别的。臭小子，要是你埋怨爹，爹心里还踏实一些。元甲，刚才爹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叫我多休息，有时间陪陪你和娘。就这些啊？他怎么不多教点武功呢？万一你要有个3长2短，那我可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不更好？你不是特别烦我吗？烦你？我哪烦你了？你不用不承认，不说而已。我是很烦的，又要你做饭、洗衣服，还有时不时的发脾气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烦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怎么做什么事情都像个孩子一样啊？还有，我要跟你说，我不是偷了你的发簪吗？我送给别人了。还有啊，平时你煮的药，大多都被我给倒了，还有参汤也都倒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给你煮了10碗，我就求你喝1碗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你呀，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总觉得你像个孩子一样，凡事呢都大大咧咧的，而且缺个心眼儿。不过这些天你扛起事儿来了，我倒觉得你像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愧是咱们老爷的儿子。所以，我倒觉得3天之后要上阵的那个人，不光是我的丈夫，更是个男子汉大英雄。云姐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啊！你怎么还是叫我云姐呢？你呀，有很多事情让我烦。衣服总是有很多洞，你吃饭又爱漏嘴，我总是要跟在后面收拾。还有你人又懒，又不爱洗澡。可是3天之后你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去跟谁唠叨？糟了，云姐，进来帮我，衣服掉了。啊，元甲，你怎么了？嘿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好讨厌你！哎呀，这个元甲。元甲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3天之后，你和大师伯比完武，你带双绣花鞋回来好不好？又买鞋？以前不是买了吗？你答应我，你别耍赖，好不好？知道了，你好烦呐！
不，爹，你继续说。我现在就不说，我罚你到祖宗祠堂，一步一跪，一跪一叩，头头见响，从大门口一直跪到牌位下面。爹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许问，出去跪。去。是姚天成总结各派密宗拳精华所创，共6636式108番变化，其中最后3式乃姚师公自创绝技，其威力之强却太过毒辣，出手必杀。汝必先行背下拳谱，再熄灭祠堂烛火，方可练习，万不可被他人窥见。后天一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出此3式。倘若得胜，汝当尽快忘此招数，终身不得再用。吾儿谨记，父子。难道真的学会了？师傅为什么打我？元甲，元甲。大师伯，怎么突然换地方了？
不想其他人碍手碍脚。爹，你快去拦住他们吧！再打下去，元甲会死的。谁都不准去！爹，认不认输？看来密宗拳你全会了，来，给我出最后3式！爹，比武有比武的规矩，一方未认输之前，他人不得插手。出最后3式吧！何苦招招夺命？我只能出最后3式了。久攻不防，绝杀！师傅，元甲，元甲，师傅，元甲没事吧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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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怎么样？我看到最后3式了，你不要保证。师傅睡一会儿是不是？师傅困了，师傅。大师伯，师傅，我控制不住了。师傅啊，我们去烤鱼啊！我为你抓几只野兔回来吃，好不好啊？霍元甲，我希望你长命百岁。
云姐，云姐，我答应过回来给你买绣花鞋的。冤家，谢谢你。云姐，冤家回来你就不要这样了。冤家，我和云姐在这里等你好久了。回去再说吧，大街上啰里啰嗦的。冤家，你怎么样？伤得严不严重？我给你准备好了饭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去给你烧洗澡水，洗洗澡，去晦气。云姐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害得你担心。没事儿，我应该的。哎，冤家，快说说你怎么打败那个独臂老人的？哎呀，你是没有看到啊！打到最后，那个老头好像疯了一样，在那里乱打一通。哎，要不是冤家奇招制胜啊，早就有危险了。真的啊！冤家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！以后就天下无敌了。对对对，天下无敌。冤家，你使的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我们霍家拳。哥，你别再说了。大师伯是被我打死的。如果真的天下无敌的话，我宁愿不要他，让大师伯活过来。
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你们最好让开。兄弟，今天是我医馆开业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霍元甲。哼，这位小兄弟，如果你真要找霍四少爷的话，请你改天再来。不行，我要霍元甲陪葬。兄弟，今天是我小店开张之日，请你不要闹事。快走吧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找霍元甲。哼。啊，不，姨父，这些小事儿让下人处理去吧。来，咱们里面请啊，请。元甲。江南镇北，过去看看。是。元甲，陈真回来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爹，你不是常跟我说高城深河拦不住要来的人，陈真一定要来，我早晚要面对。他和你大师伯不一样，大师兄练武功早已经走火入魔，但陈真为人质朴，我不想他再步大师兄的后尘。爹，这我何尝不知道，但是陈真他报仇心切，很难一下子点化。
陈真，你醒了？我要去找，哎，我要去找霍元甲。陈真，我要找霍元甲。陈真，你病了！你现在不是要找霍元甲报仇，你是要吃药。陈真，我要找霍元甲。霍元甲，霍元甲。陈真，你师傅在这儿。程师傅，程师傅，你一路走好，但是你别忘了告诉你这傻徒弟，生了病是要吃药的。陈真，你跟了你师傅这么多年，你师傅没教你生了病是要吃药的，不吃药是要死人的吗？啊，师傅，你死了，你找谁去报仇啊？啊！我不管！元甲，霍元甲，陈真，陈真，你冤枉好人了。其实你师傅死，元甲心里也挺难过的。再说了，比武是你师傅提出来的，咱们武林中人死了，你只能认了，你何苦要报这个仇呢？走开！原来你们一起的，枉我当你是好朋友。霍元甲，我跟你说，你杀死我师父，这仇我一定会报。我陈真自小没爹娘，只有我师父，却被你杀了。这仇我怎么能不报？是男人就要报啊！我陈真，狗见到都不会叫，蚊子看到都不会咬。我猪狗不如，我烂泥都不如。走，你也是，都走啊！走啊！哎，陈真，陈真，陈真，大师伯是我杀的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也明白你为什么要报仇。陈真，还我师父！看你现在连路都走不了，怎么报仇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还有，杀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哪里是好师傅？哪里是好师傅？你在火头上，我说什么也没用，吃点再说。走啊！我师傅不需要你来掰呀！陈真，你也走，走，走，走啊！其中的精髓，那他最终能打败宫本，替国人争。今天是霍元甲与宫本决战的日子，在此之前，宫本就打败了咏春高手陈会长以及太极拳宗师冯坤。此人不仅出拳凶狠，并且根基牢固。那作为迷宗拳代表的霍元甲，这次能否打败宫本，为民族争光呢？随着两人做好准备，宫本急不可耐率先进攻。由于霍元甲首次与日本人交手，他对宫本的出招方式并不了解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霍元甲不仅没有占到半点便宜，反被宫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。还没等霍元甲喘过气来，这时宫本又继续乘胜追击。但随着交手的渐渐深入，霍元甲也逐渐找到了对方的破绽，并且很快占据上风。
宫本恼羞成怒，再次飞身袭来，并打算使出杀手锏夺命连环踢。不料霍元甲眼疾手快，瞄准机会一脚定江山。好，师傅！霍元甲赢了，而宫本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竟会输在一个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手上。过后，宫本因接受不了失败的现实，于是选择了切腹自杀。殊不知他的死也正中王希文下怀。王希文急忙写信给宫本的师兄伊藤，打算让他来中国除掉霍元甲。这次霍元甲比武元气大伤，如今正是个好机会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霍元甲在天津一战成名，无意中他也成了俄国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俄国人为了打压中国武术，日后称霸东三省，他们从俄国请来了大力士波索夫，就是为了当众打败霍元甲，挫挫他的威风。面对两大高手的同时到来，那霍元甲又该如何？20年后再次出山，就是为了夺回当年失去的密宗称号。随后他更是让徒弟陈真亮出旗帜，表示有谁不服的尽管走上台来。眼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此时的赵兴贤也不再客气。既然当年师兄弟三人没能分出胜负，那今天彼此就来个了断。接着双方拉开架势开始交手。虽然赵兴显年轻力壮，可在程天笑面前却丝毫不占优势，直接被他狠狠一脚踢出数米开外。还没等赵兴显站稳脚跟，程天笑便乘胜追击，将他踢下了擂台。爹！皇帝，该你了！大师兄，多多指教。霍恩帝的武功虽然在赵兴显之上，但他毕竟年老体弱，和功力深厚的大师兄比起来丝毫不占上风。双方交手数十回合，这时程天笑使出绝学夺命连环脚，直接将霍恩帝踢倒在地。就在对方准备一招定输赢之时，一人突然从旁边跳出，救下了危在旦夕的霍恩帝。而来者正是霍家四子霍元甲。众人见状也是十分吃惊，因为他从小到大从未拜过师，更没在任何人面前展露过自己的拳脚。你是谁？在下是霍家四子霍元甲。得知来者是霍恩帝的儿子，程天笑气的当即就要出手教训，可霍元甲却丝毫不慌，与对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。但由于他第一次与人交手，经验尚且不足，而程天笑的拳法又刚猛有力，底盘扎实，霍元甲无奈只能转手为攻，避其锋芒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到底什么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霍恩帝不是你师傅。此时的程天笑已经彻底急了，对准霍元甲发起了更疯狂的攻击。由于他早早就失去了左臂，所以双脚练得炉火纯青。霍元甲一时不慎吃了大亏，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，凭借自己灵活的优势，以及周边的物体开始反击，最终成功将程天笑制服。师傅！眼看师傅受伤，陈真急忙上前搀扶。这时程天笑询问霍元甲的师傅是谁，但霍元甲思考再三，还是没有说出。这时霍恩帝赶忙上前圆场，并表示这次比武暂且作罢，等改日大家伤好后再找机会。这次赢的算你侥幸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走。就这样，霍元甲初出茅庐一战成名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。就在这里。就在刚才，程天笑带着陈真气势汹汹闯进霍府，两人一路过关斩将，很快便找到了在此练功的霍元甲。接着扬言今天一定要打败霍家拳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这时霍恩帝急忙过来说道：“你的伤还没有好，要是输了，可别不认账。”哼，我死了，不认也认。霍元甲深知此战不可避免，于是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。而程天笑因前段时间输给了霍元甲，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，所以今天他一定要一雪前耻，以此证明自己的武功才是天下第一。只见对方来势汹汹，招式刚猛，霍元甲一时不慎吃了大亏。元甲，没事吧？元甲，哼，原来你就会那么几招，早知如此，我那天就不该放过你。程天笑以为自己已经摸清了霍元甲的拳路，于是对准霍元甲发起了更疯狂的攻击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霍元甲渐渐落入下风，但他武学天赋极高，经过短暂的交手，霍元甲很快便找到了对方的破绽。他观察到程天笑的腿伤未愈，肯定无法进行持久战，于是霍元甲围绕着木人桩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霍元甲这招虽在短时间之内压制住了对方，但程天笑的武功刚猛无比，木人桩也只能抵挡一时。只见霍元甲挨了对方重重的一脚，顿时口吐鲜血，但他深知对方旧伤复发，体力也已经到了极限，只要自己再继续死缠烂打，不出10个回合便有取胜的机会。于是霍元甲抓住程天笑进攻破绽，直击他受伤的右腿。
这一招虽有效果，但也成功激怒了对方。交手数招，霍元甲便再次被踢飞出去。你还要去哪里打？我跟你去。看来袁家是撑不住了。他断的是左臂，出腿的时候比出左腿，以右腿和右手保持平衡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。就在这里。看到霍元甲伤成这样还敢吹牛，程天笑直接上前将霍元甲踢晕了过去。见此情形，霍恩帝连忙出来替霍元甲认输，可程天笑对武学已经走火入魔，执意要分出个胜负，于是在临走前撂下话来：3日之后，他会在镇北竹林再次迎战霍元甲。那最终谁又会是？这是霍元甲与程天笑的第3次交手。这一战二人不光是要分出胜负那么简单，而是双方的生死对决。只见两人见面话也不多说，直接就是拳拳到肉的较量。经过一番交手，程天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霍元甲的武功竟在3天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几天不见，长进不小。脚打7分，手打3，彼此彼此。眼看霍元甲已对自己构成了威胁，这时的程天笑也不再留情，对准霍元甲发起了更疯狂的攻击，接着再次踢出他20年功力的一脚。幸好霍元甲凭借灵活优势翻身躲过，随后瞄准机会快速反击，只可惜好景不长，程天笑毕竟实战经验丰富，仅用1招就扭转了战局。面对用尽全力的程天笑，此时的霍元甲已无招架之力。如果凭借师傅王武所授的一点皮毛武功，想要取胜难于登天。被逼无奈的霍元甲最终使出了密宗拳，这才勉强与程天笑打成平手。要知道这密宗拳可是从不外传，即便是霍家4子的霍元甲也从未学到。但就在比武前夕，霍恩帝思考再三，最终还是把密宗拳谱交给了霍元甲，并叮嘱他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出最后3式。但不巧的是，这密宗的最后3式却是程天笑最想见识的。看来密宗拳你全会了。来，给我出最后3式！要知道这3式一出，比武非死即伤。可面对程天笑的步步紧逼，迫于无奈的霍元甲最终还是出手了。何苦招招夺命？我只能出最后3式了。守攻不防，绝杀！前冯坤对他说过的话，让他一定要记住宫本出招的每一个细节。原来冯坤这是要牺牲自己，来换取对手的全部招式。随着冯坤最后一声呐喊，宫本一个飞身跳了过来，接着使出绝学夺命连环踢，太极冯坤就此命丧当场。眼看对方如此狠毒，一旁的陈真看不下去，跳出来就要挑战宫本，可以他现在的实力无疑是送死。师傅，去吧，去送死！虽然宫本的武功打败天津无敌手，但冯师傅也不能这样白白牺牲。思考再三后，霍元甲还是选择站了出来。宫本，我要和你决斗。好，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霍元甲与宫本当众立下战约，也标志着自己即将要代表天津武术出战。可各大掌门纷纷怀疑霍元甲的能力，担心他会丢了国人的面子。这时霍元甲表示，冯师傅的死就是告诫大家，从今以后不能再像一盘散沙。如果以后各大门派再继续固步自封，那中华武术就会被日本人随意践踏。可是我们各门各派的武术是传内不传外，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是啊，门派只是一个名字，千百年来的规矩只会让咱们固步自封，任人欺凌。相信我，应该破除门派之见。听完霍元甲的话，众人纷纷愿意摒弃门户之见，帮助霍元甲打败宫本。于是第2天，各大掌门都拿出了自家的武林绝学，而霍元甲天资聪颖，很快便掌握了。可霍元甲也没有就此放弃，他一定要找出冯坤好去打败宫本。接着就在对方打扫卫生之时，他让弟子再次上前试探，而冯坤没有提前提防，结果一不小心便亮出了自己的太极绝学揽雀舞。冯师傅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天津武术总会。要不是霍兄弟把你认出来，我们还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坤呢！啊！面对这些夜郎自大的家伙不断吹捧，冯坤不仅没有一丝高兴，反而感到很是生气。因为武术总会在日本人的疯狂挑衅下，大家不但没有团结起来，反而互相敌对排斥。虽然大家被冯坤骂得狗血淋头，但还是诚心邀请他出山打败宫本，好为天津武术扬眉吐气。但冯坤出于种种原因拒绝了。过后霍元甲找到冯坤，希望他能改变主意，帮天津武术夺回颜面。冯坤看到霍元甲一片诚心，于是答应出山挑战宫本。太极对战空手道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，宫本对冯坤的出山也很是惊讶，但为了达到打击中华武术的目的，他还是做好了迎战的准备。那冯坤最终能打败宫本，为国人争气吗？今天是太极冯坤与宫本比武的日子，也是中日武术的荣辱之战。太极拳讲究柔和灵巧，而空手道则以刚猛著称，两种武功相生相克。749招之后，冯坤直接将宫本扛了起来，接着使出一招太极推手，当场把对方给打飞了出去。
就在大家以为胜券在握之时，冯坤突然急火攻心，旧病复发。但为了让霍元甲看到宫本的全部招式，他还是咬着牙使出了激将法。宫本，不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。不料这招果然奏效，宫本直接被气坏了，一连踢了几个麻袋过来。冯坤见状左疼右闪，随后又将麻袋给还了回去。但此时的宫本火力全开，几个连续的重击便扭转了战局。元甲，冯师傅没事吧？很难说，但他不能拖得太久。陈真，冯师傅既然有病在身，为什么还要打下去？这时霍元甲才忽然想起来，在重伤的程天笑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这时陈真急忙赶了过来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师傅，陈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程天笑告诉他，自己看到了密宗最后3世，就算死也值了。接着让陈真不要替他报仇。说完，程天笑便气绝身亡。师傅这么一走，陈真彻底成了孤儿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师傅的话其实包含了2种意思：一是自己能死在密宗的手里，已经是死而无憾；二是霍元甲的武功小有所成，如果陈真贸然报仇，根本没有机会。安葬好师傅后，陈真开始奋发图强，每天苦练武功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打败霍元甲，替师傅报仇。于是就在龙海生药店开业当天，陈真背着一口棺材就找上门来。那他会是霍元甲的对手吗？就在刚刚，日本派出空手道高手来到中国，想让他靠功夫打败武术会长陈少明，好借此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。随后宫本从身上掏出挑战书，扬言3天后双方决一死战。众人深知宫本来者不善，纷纷劝阻陈会长不要跟他比武。可日本人都已经找上门了，如今又怎么能让对方看不起？陈会长思考再三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我答应你，咱们3天后见。多谢，告辞。请。转眼就到了比武的日子，双方如约来到指定地点。围观群众里不仅有初出茅庐的霍元甲，甚至还有日本特工王希文，而整件事从头到尾也都是他一手策划，为的就是借刀杀人，除掉陈会长，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只见双方先是一顿嘴炮，接着比武正式开始。经过双方短暂的交手，霍元甲很快便看出了问题。宫本出招刚猛毒辣，而陈会长年事已高，如果继续打下去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果不其然，陈会长被宫本狠狠一脚踢得连连后退。师傅，陈会长好像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宫本已经熟悉了咏春拳的套路，如果再打下去，陈会长凶多吉少。话音刚落，宫本对准陈会长又是一番猛烈攻击，对方强大的力量让他变得难以招架。还没等陈会长反应过来，宫本又是狠狠蓄力一脚，直接把陈会长踢出了10米开外。就在对方准备下死手之时，霍元甲忍不住出手了。喂，既然你们胜负已分，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宫本眼看遇到了高人，此时也只好就此收手。随后打着雨伞大摇大摆离开了现场。回到住处后，宫本提出要找霍元甲比武，可王希文觉得霍元甲不过是无名小卒，不值得在他身上浪费过多精力。这时宫本却表示说，虽然自己和霍元甲只是短暂交手，可明显感觉他的武功在陈会长之上。如果任他发展下去，我怕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武术界的头号敌人。听完宫本的话，王希文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于是到了晚上，宫本直接来到了霍元甲住处。霍元甲，我要和你比武。敢问兄弟，这迷宗派是什么门派？其实迷宗派是在下自创，意思是无宗无派，融汇百派。霍元甲此言一出，立马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起来。原来霍元甲即将去跟宫本比武，可各大掌门觉得他无门无派，根本不够资格参赛，搞不好还会丢了国人的脸，于是开始茅坑里搭竹棚，摆起臭架子来。告诉你霍元甲，你无门无派，没有我们同意，不许你跟宫本比武。闻听此言的陈真气愤不已，既然你们有门有派，那为何不敢去挑战宫本？就在双方争执之时，陈会长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他就是太极推手冯坤。此人不仅武艺高强，并且懂得以柔克刚，是对付宫本的不二人选。可冯坤早已退隐江湖多年，天津没人再见过他的踪迹，想要找他出山谈何容易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霍元甲忽然想起一个人，他就是武术总会的扫地公。别看他表面上其貌不扬，可他的一举一动颇有太极宗师风范。听闻此话，陈会长立马让他们前去一探究竟。随后霍元甲等人来到后院，打算在拿馒头之时故意掉落盘子，好逼对方亮出太极擒拿手。但冯坤似乎已经看出了他们的目的，于是并未出手相助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尽管吃尽管吃啊！我来。虽然这次没有探出冯坤的真实身份，你看外面，奸臣当道，贪官横行，崇洋媚外，卖国求荣。生活在这样的国家，谁不是病夫？谁不是病夫？眼前这个发着怒吼的男人，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。
他铁骨铮铮，十分爱国，是晚清时期难得的英雄汉子。而年幼时的霍元甲正是受到他的影响，所以日后才会心系天下，书写一段流芳百世的武侠传奇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部经典电视作品。霍元甲出生于天津静海的武学世家，由于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所以父亲霍恩帝一直不同意他习武，但这也抵挡不住他对武术的热爱。这天，被人骂作病夫的霍元甲跑到河边撒气，恰巧碰到了在此练功的大刀王武。王武看到霍元甲虽身患哮喘，但仍然自强不息，于是便收下他为徒，传授霍元甲武功。时间一晃10几年过去，霍元甲也渐渐长大成人，但他却从未向任何人展露过自己的拳脚。直到下周的比武大会，霍元甲才迫不得已出手。原来天津静海共有2家武馆，一个是以霍恩帝为代表的霍家武馆，另一个是赵兴显为代表的赵家武馆。2家原本都属于密宗源流，可到了清朝末年，密宗一分为2。如今为了争夺谁才是纯正密宗，霍赵2家准备举办一次比武，谁赢谁正宗。转眼就到了比武的日子，现场也是站满了围观的群众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县老爷还特意请来了权威人士刘师傅过来主持比赛。光绪21年甲午年闰9月17，此霍赵2家本系同门，奈何高下不分，决一比武，以显正宗。此次比武重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比武现在开始。随着刘师傅的一声令下，双方比武正式开始。这局是由赵振北与霍元英比试拳脚功夫。只见赵家拳一开始就明显碾压霍家拳，但交手数招，霍元英一个借力将赵振北拉了过来，可惜被对方一个翻身轻松化解。接着2人又是一番激战，最终由于霍元英求胜心切，被赵振北一拳打翻在地，输掉了比武。赵家一开始就拿下了一局。接着第2场是由霍元武与赵振北比试兵器，如果这局霍家再次落败，那密宗源流的称号就要被人拿走。霍元武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双方打的也是你来我往，不相上下。可就在交手关键阶段，一个独臂老人突然灵通杀出，打断了2人的比武。你是谁？在下是霍家4子霍元甲。今天是霍赵2家比武的日子，可就在双方交手的关键阶段，一个独臂老人突然杀出，并且3拳2脚就打飞了场上的霍元武和赵振南。这时霍恩第一眼便认出来者正是他们的大师兄程天笑。大师兄，真的是你？不知今天来有什么事？霍恩帝，多年不见，你还那么蠢。当年离开师傅的时候，你们就该知道我的想法。今天我是来拿回我应得的东西。原来程天笑